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消息：中国又一个重要行业即将崩塌。这个行业的倒下，不仅意味着数百万人将失业，更可能引发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背后惊人的内幕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2024年上半年，待建新增规划建筑面积同比增长仅有 3.0%。乍一看，这个增长率似乎还算正常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纵观待建行业过去几年的发展历程，就会发现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着多么可怕的真相。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的数据，2023年，待建新签面积同比增长 53%，2022年同比增长 11%，2021年同比增长 30%。过去5年里，待建新签面积每年平均增长都有20-30个百分点，但就在今年，行业增量突然断崖式下跌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整个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。那么，待建行业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它的衰落会如此令人担忧？简单来说，待建就是帮别人盖房子。政府需要建学校、医院、保障房，找代建。开发商想盖楼，但自己没经验，找代建。代建公司就像是房地产行业的万金油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过去几年，代建行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，主要有几个重要原因。首先，从2021年开始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由热转冷，土地拍卖市场的主力军从各路民营房企变成了城投公司和国有企业。3年间，城投公司拿下了全国近1半的土地，但问题是，这些公司根本没有足够的开发能力。据统计，城投公司3年拿地后的平均开工率仅为 25.23%。大量闲置的土地意味着大量的待建需求。其次，2022年7月，中国政府提出保交楼政策，以应对房地产市场的暴雷。到2023年底，350万套保交楼项目中，已有超过300万套实现交付，交付率超过 86%。这些紧急的保交楼项目都需要待建力量的推进。最后，“十四五”规划期间，中国计划建设800多万套保租房。这项大规模的保租房建设同样离不开待建的参与。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待建行业的蓬勃发展，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待建行业的需求量可谓是天量。对于各路房企来说，每况愈下的商品房市场正在一点点挤压大家的生存空间。另一边，天量需求的待建行业正处于一个求贤若渴的状态。于是，与地产相关的资本纷纷冲向待建行业。龙湖、旭辉、融创、招商蛇口等知名房企都是在2021年之后才开始深耕待建行业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商品房市场一天不如一天的时代，待建行业给了各路房企喘息的机会。这些房企要想活下去，房地产市场要想软着陆，少不了待建行业这块软垫子。然而，就在今年，这块软垫子似乎快被砸烂了。如果非要形容一下现在的待建行业，那一定是一个被吹满气、即将爆炸的气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待建这个赛道实在是太卷了。2021年，涉及待建业务的企业才30多家。到2023年底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90家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，大家都在疯狂抢夺待建市场的份额。抢的人多了，那么企业规模增速自然就慢了。今年上半年，作为待建第一股的绿城，新拓待建建面仅增长了 1.1%。不仅是绿城，头部待建企业对市场的占领份额均在下降。前5企业市场总规模同比下降 8.8个百分点。为了抢占市场份额，各路企业真的是卷上天了。首先是卷价格。往年市场上待建费率普遍在 5%至6%，一些有品牌加持的待建方甚至能把费率谈到 6% 以上。
但今年 67% 的待建项目待建费率在 2%至4% 之间， 13% 的待建项目待建费率低于 2%， 甚至有些狠人为了拿下项目，能把费率降到 1%， 主打一个老子只求活不求利润，把其他人熬死再说。其次是卷资金，价格卷到了极限，那么就得往其他方向努力。以城投为例，囤了那么多地，开工率却那么低，主要就是因为手头钱不够。前些年代建都是赚些服务费，今年模式开始变了，许多代建企业在降价的同时还携带资金入场，有的找金融机构入股项目，有的通过公募资金募集资金，有的索性自己参股，一切都是为了委托方分摊资金压力。当价格卷不动的时候，只有这招能打动委托方。毫无疑问，越来越卷的代建企业让整个行业的利润都在下降。从整个行业来看，2023年代建的净利率为 23.6%， 来到了7年里的最低点。聚焦到每个企业上，以绿城为例，利润则在下滑。2024年上半年的代建业务中，绿城管理的政府代建业务毛利率同比下降了 4.4%， 其他服务更是下降了约30个百分点。同时，由于委托方的资金压力，绿城今年上半年收取的代建费同比还下降了 27%。正当代建企业拼刺刀的时候，整个市场的蛋糕还做不大了。自2020年起，土地出让面积就在走下坡路，其中宅地出让更是接二连三的大跳水，土地出让一年比一年少，那么代建项目增量也会变少。同时，由于保交楼、保租房等项目进程的推进，这方面的代建红利也快被吃完了。再进一步讲，代建项目的供应还在发生结构性变化，整体上市场份额到达了一个极限，而从结构上来讲，政府代建的比例却在上升。反映到企业端，则是政府代建的业务比例越来越高。今年上半年，绿地智慧新签项目100%是政府类，华润、绿城、德信等多家企业的政府代建项目比例均超 50%。要知道，政府代建的利润水平远低于行业利润水平，仅为 0.4%至2%，这就导致了各家企业项目做多了，但利润却不见增长。尤其现在大家的财务状况都不是很好，回款周期在拉长，对代建企业来说，成本又重了许多。以上就是快被吹爆的代建行业，这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。整个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代建行业的市场容量也就几千亿。那些在10万亿市场规模待惯了的地产大佬，一旦疯狂涌入代建行业，注定了代建行业要被挤爆。那么多地产大佬，可不得把代建这块垫子给砸坏了。代建行业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供需问题。供应端，房地产行业的生产力涌进了代建市场；需求端，代建需求增长远跟不上涌入的生产力，结果只能是加剧行业的竞争。房地产行业也是如此，购买力持续退场，并且场上买房人的要求越来越高，眼光标准更苛刻，最终只有头部城市优质土地才有市场。于是我们这段时间看到的每一场土拍都是同个剧本，头部城市出地王，几个老面孔抢地王，僧多粥少，地产生产力只能向外寻求生产空间。其他行业也是这样。2023年上半年，北京餐饮业新增7610家，同比增长 63%。2024年上半年新增4841家。但是2024年上半年，北京规模以上餐饮业利润总额仅为 1.8 亿元，同比下降 88.8%， 利润率低至 0.37%。宏观上，我们看到的是疲软的需求和迷茫而旺盛的产能。比如今年2季度，小微经营者税费还更重了。再比如今年2季度，小微经营者的贷款成本还更高了。同时，小微经营者反映乱收费罚款、监管公正等问题的比例还在升高。
经济虽在下行，但市场的自由度并未提高，宽松政策未落实到位，营商环境未得到改善，以至于居民收入无法提高。大家能做的还是勒紧裤腰带，消费能不需要就不需要，能降级就降级。从代建行业的衰落，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国经济的困境。一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行业，如今却陷入了无休止的内卷和恶性竞争。这不仅意味着数百万从业者面临失业的风险，更预示着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下降，收入增长停滞，消费降级成为常态。而政府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，各项政策效果有限，甚至可能适得其反。这场经济危机或许才刚刚开始。